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把目光转向台湾。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越来越好，地位越来越高。可是这一次的奥运会还是展示出台湾想要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继续生存，会遇到哪些阻碍？比如说这次奥运会场就有3个国家的国旗被查禁不允许出现。分别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台湾，只有这3个国家。而俄罗斯跟白俄罗斯毫无疑问是因为俄乌战争，它入侵另外一个国家白俄罗斯支持俄罗斯的立场，那么也被全球来制裁。那另外呢，台湾跟这2个国家被禁的理由不一样。台湾被禁纯粹是因为中国的施压，中国政府以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它的这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来对台湾进行打压，否则的话中国就会抵制，会报复，对吧？其他国家对此也没有办法，那就让中国得逞了。所以说台湾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就没有办法在巴黎出现。这种打压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根本不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他要求的是台湾以中华台北的身份出现，而这个中华英文是 Chinese 那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中国的嘛，对吧？或者是中国人嘛，中国的台北，中国台北市的感觉那就很奇怪，它不是只是台北，还有台中，还有高雄，对吧？还有台南。但是呢，名字叫台北，非常不伦不类。但是这是一种妥协，为了能够进到奥运会当中，他不得不做出这样妥协，我们也非常理解。Chinese 台北肯定是一种矮化，但是至少进去比不进去强。至少我们要占一席，不管这个名字是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个代表团在当场，能够跟中国去竞争，对吧？而且是独立于中国队的所以说这已经是一个胜利了。这跟当年的蒋介石所谓汉贼不两立中国如果进联合国我们就退出这种做法其实是意气用事，是不利的。当然也跟台湾政府是一个民选政府有关系，就是台湾的政府是代表民意的，对吧？人民要参与到这个国际盛会当中所以说台湾政府需要去妥协但是当年的蒋介石是独裁政府，他说退出联合国就退出联合国，对吧？他说怎么样怎么样。别忘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当时写的不是说把台湾踢出去，不是把中华民国踢出去，而是把蒋介石的政府踢出去特别是那个决议当中提到是蒋介石的所以说它其实是针对的是蒋介石的政权。现在蒋介石政权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现在已经是民选政府了，是主权在民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是完全有理由进入联合国的当然这个是未来的事情了。那目前呢已经进入了的这个奥运会是一个成绩甚至打败了中国队晋级。那么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我跟你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样的虽然我的名字被矮化了或者被限制住了，国旗被限制住，名字被限制住这只是一些就是表面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会心理上很难过或者是觉得被打压，对吧？觉得不服气，但是我们要想到这都是面子问题真正的实际的利益是什么？是我们有代表团，台湾人有代表团在奥运会当中是台湾的团队，这是实质的胜利，而不要在乎名字是什么，打的旗子是什么。反正这个旗子至少不是5星红旗，你的名字至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就已经是跟它有了一个切割和区别了吗？那么另外呢当然了，像法国这个国家，你想他们这些人这么浪漫，这么不拘小节，他的这种执行能那么严格吗？当然不会。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现场有的时候会有人出来，甚至现场的工作人员抢走一条围巾但是有人呢就想到别的办法，比方说拿着台湾加油这样的海报绿色的，然后上面写的是汉字工作人员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到底这个东西允不允许，然后还要打电话请示那么在通过对讲机等待请示的时候，结果有一个中国的粉红上前挡住台湾加油这个海报，甚至最后出手给抢夺过来
然后被这个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押出去。我想这个现场工作人员很生气，就是这是我的工作，对吧？你怎么给抢走了？而且到底这个海报允不允许，他还要经过上边的指示，对吧？你算老几？你是谁？中国的粉红啊，一直在不停的秀自己的下限啊，不是去靖国神社撒尿，就是在奥运赛场众目睽睽之下公然的去抢夺别人的海报。但是这种流氓行径呢，只能证明他们气急败坏啊。对台湾队的出现，对台湾人的出现，他们没有办法。这种霸道的做法不能长久。现在在法国的一些有志之士，他们都为台湾抱不平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这个观众啊，在现场高喊台湾台湾。我现在用嘴上说你没法禁我吧，对吧？然后还有人真的拿了台湾的国旗进去。我看到网络上有人就讲到说，有法国的好友啊，把这个国旗拿进去啊，现场的工作人员上前制止的时候，还被骂了一通。最后工作人员都无奈的走了，默认了他拿这国旗。就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赛场，不同的这个工作人员，他的这个执行规定有的时候是不严格的。所以说，青天白日旗，台湾的国旗还是在奥运赛场上啊不停的出现。他们进是进不过来的，这是代表了民意，这是代表了人民的声音。在上个月，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还和中国的王毅进行了会晤。在这次东盟外长会议上边会晤之后呢，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在刊登这个双方的会见的时候，居然动手篡改日本外相的发言内容。比如说，外交部的声明当中提到，日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这个说法跟日本外相的说法根本不是一样的。日本外相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日本对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内容没有改变啊，他并没有说日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因为在日中联合声明当中，并没有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他只是说日本对中国有这样的立场，表达理解和尊重，这是你的立场。换句话说，就是我只是尊重和理解你有这样的立场，但是我有没有这样的立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不对？最后就变成了日本有这样的立场，日本有一个中国的立场了啊，这就是篡改。我之前也讲过，这种篡改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他讲说西方国家有一个中国原则，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叫做一个中国政策，不叫一个中国原则。因为一个中国原则跟一个中国政策有非常大的不同。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讲的原则问题啊，一个中国政策是其他国家面对这个台海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立场是分成好几个级别的啊。有的级别讲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的级别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啊，只是承认一个中国啊，没有两个中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至于自称中华民国的那个台湾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边的，对，他没有提到。但是共产党故意把某些国家的一个中国政策给扭曲成一个中国原则啊，变成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把这个内容加进去了，这是故意的添油加醋，篡改别人的立场啊和官方声明。所以过去他一直是这么做的，这次公然的把日本外相的讲话也给改了。对此呢，日本的外务省已经向中方表达关切，就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些国家当然以自身的利益为重啊，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中国是日本、是美国、是其他的这些自由阵营的竞争对手，甚至是战略敌人啊。这个时候啊，他们其实对台湾的支持是越来越大的。那么回过头来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确实面临中国的打压啊，这个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台湾如何去继续的在这个夹缝中生存啊，而且去试图拉拢更多的国家能够站在台湾这一边，这是很艰难的一个工作，但是也确实取得了很多成效，特别是在新冷战的大背景之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最近啊，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些议员们，他们来到台湾啊，他们作为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台北召开了峰会，赖清德、萧美琴都接见了他们，发表了讲话。很多的民进党立委啊，包括民众党立委，都在跟他们合作，表达对他们的欢迎。唯独缺少了国民党。为什么国民党没有来呢？国民党没有讲任何的理由啊。现在有消息说是国民党
受到了中共的威胁，威胁说，如果你国民党接见了这些外国议员的话，那么就切断国共之间的联系啊。结果把国民党吓得不敢去会见这些外国议员。那么这个说法现在遭到了国民党的否认，他们说这是子虚乌有的啊，是恶意的在污蔑，不是因为施压的这个原因不去见这些议员。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去见这些议员呢？他没有说，就是我们用脚后跟都能想得出来，中国有没有施压？我们看到很明显，这些外国议员都讲了，他们的本国的政府都受到了中共的施压。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斯洛伐克和北马其顿以及波斯尼亚等这些国家的议员，他们都透露了接收到中国外交人员的信息啊，还有来电以及紧急会议邀请，这个时间段都跟这一次的访问撞期啊，就是故意的安排这个时间要跟你会面，阻挠他们去台湾。这个联盟的创办人裴伦德说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官只会在会议结束之后才会联络这些议员，而今年是提前阻止他们出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的议员说，当时的这个中国外交人员就联系到他所属党派的主席，要求阻止他去台湾啊。结果主席发信息给他们说，没有办法阻止我去，他去哪儿是他的自由。我就问了，中国会向这么多国家的政党施压，他就不会向台湾的国民党施压吗？这是用脚后跟都能想得出来的事情。结果国民党的发言人居然是公然的撒谎，把我们都当成傻子。你们就是这么欺骗你们的选民吗？对吧？就是这么欺骗台湾人民吗？讲出这种完全不符合常识和逻辑的话。那好，我们就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中国没有施压国民党，那么为什么你就有这样的自觉性，愿意配合中共的想法，不去见这些来台湾访问的议员呢？都是国会的同仁，对吧？都是国会，全世界的国会，你们就在立法院当中工作，对吧？国外的立法院、国外的议会的议员来台湾，多么难得的事情啊！多么重要的机会，多么关键的支持的动作，多么有意义的啊！在国际舞台上，台湾受到了中国这么大的、这么长期的严厉的打压，还能有这么多国家的议员们愿意去挺台湾，结果台湾自己的议员藏起来，就是你可以看到，真的让人非常寒心，甚至非常痛心。那你到底是愿意支持台湾人民，支持台湾的提升国际地位，还是愿意去处处的配合中共的要求？他们连去会见外国同仁的胆量都没有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期待在面对中共威胁的时候，他们愿意去勇敢的保卫台湾的自由和民主呢？他们现在就低头了，现在就软弱了，现在就双膝下跪了啊！现在就已经要急着投降了，这还没开战呢啊，就已经有这副姿态了。见一个外国来访人员，而且还是重量级的国会同仁，你都不愿意啊？然后佩洛西访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国民党是如何的反对，如何的抗议的啊？好像佩洛西来台湾了，台湾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似的啊？有吗？没有，不仅没有。自从佩洛西访台之后，这么多个国家政要、议员纷纷的来访台湾啊，大大的提升了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很多国家开始跟台湾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啊，对台湾来讲，从经济上、从安全上都是更大的保障。但是国民党却偏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站在敌人那边。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的耻辱。OK， 这是台湾人自己要去想一想。我觉得所有的想要保护台湾的人民啊，都应该对那些投票给国民党的人，应该说一声 shame on you 啊！爱国不爱国不是嘴上讲的，是实际行动。国民党的立场是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中国是要跟我们友好相处的。你做他的帮凶，做他的代理人，他当然会给你好处了，对吧？他当然跟你友好相处了。可是他会跟台湾人友好相处吗？他会跟台湾的自由和民主友好相处吗？当然不会。所以说，你这种做法是为了自己政党的利益而出卖台湾，结果还有这么多台湾人投票给国民党，在国民党公然的去对人民撒谎，不承认自己亲共，骂别人抹红他们。你红不红是你的言论和你的行动来证明的，你的表现本来就是红的发紫，还需要别人染吗？包括支持蓝营的这些台湾的媒体背后的这些大财团、大企业，在中国有多少生意，多少亿的生意，对吧？还需要大家去染你吗？你自己的言论、行动和你背后的利益输送，以及在台湾的重大议题上的立场，本身就已经够红的了，不需要我们去染它了。我觉得越来越多台湾人应该看清楚他们的面孔，包括他们在捍卫台湾利益和尊严的过程当中，
起到的负面作用。那最后我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关键政党一直在配合蓝营的柯文哲的民众党。那么作为第三势力和第二势力去共同的对抗老大，这是在政治斗争当中是符合逻辑的我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什么？在于当你的老二是跟台湾的敌人去勾搭的这个时候你还跟老二合作，推出了很多法案，是在破坏台湾县政府的施政，是有利于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和统战。那这个时候他们实际上的做法也是为了自己政党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的生存而出卖台湾和台湾人的利益可以看到过去的这个蓝白合在立法院的闹剧，最终导致结果你是害人害己，你不光是害了这个国家，害了台湾人，你也在害自己，你也在伤害自身的信誉很多台湾人看清楚了对岸的阴谋，看清楚了国民党的软弱无能外斗外行，内斗内行，然后现在民进党也加进去其实民众党的很多粉丝，很多这个支持者实际上并不爽蓝营的这个国民党所以现在民众党的民意在大幅下跌。最新的政大数据显示，民众党的支持度现在只剩下 6.2%， 和去年同期的 16.8% 相比，一年之内流失了10个百分点。另外三党当中，民进党的支持度以 35.4% 居冠，这就是你跟老二走的下场。老二呢毕竟是国民党，所以摆在民众党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跟着国民党继续走，蓝白合最后慢慢的被国民党同化。因为大家会发现你跟蓝营没有什么区别，国民党推出的所有法案你都全部通过，蓝营这么密切配合，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分不清是蓝还是白了。所以蓝白合的结果导致大量的选民对过去他们支持的民众党失望。你当时能够崛起，因为大家痛恨蓝绿恶斗，希望有一个第三势力，一股清流出现。结果你现在加入到蓝绿恶斗当中斗得更凶，斗得更猛而且完全偏向于蓝营去跟绿恶斗过去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就会失望离开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只剩下 6% 的支持率。所以这就是看出了国民党可以一条道走到黑，因为它有地方势力，它有深耕，它有一个传承，而且它背后还有一个干爹就是中共，所以它还可以保持将近 20% 的这支持率。但是民众党本来就没有基础，只是在一些中大型城市的这些中产阶级和大学生支持，所以说你没有根基，在追随国民党的过程当中就会四散，其中一部分人被国民党给吞噬，就这个结果。总统大选之前我就说了，我最担心民众党的一点就是未来会助纣为虐，现在看清楚了，而这恰恰掉入了共产党挖好的陷阱，这正合共产党的意。就在今天，中共党媒《海峡导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民进党咄咄逼人，高虹安遭判刑停职后，柯文哲与民众党的出路在蓝白合。看到没有？共产党给民众党指了一条出路，告诉民众党，你想活下去就得蓝白合，跟我们在台湾的代理人国民党合作，加强国民党的实力，对抗民进党，这是你唯一的出路。是共产党给民众党指了一条路，请问你民众党的选民们好好想一想，走不走这条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下场。因为对共产党来讲，民众党存不存在不重要，只要国民党存在就好了，只要国民党能够持续壮大就好了，只要对民进党所谓的台独路线有一个制约就 OK 了。共产党才不关心民众党死活，他给民众党指这条路并不是为了民众党好，而是为了共产党自己好。所以民众党是不是要被共产党卖掉？是不是要吃共产党给你开的药方？如果你吃了，什么结果可想而知。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你怎么办？跟民进党合作吗？跟民进党合作同样也会走一批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也许民众党还能够存活下来，为什么？很多不满意民进党的人会转向民众党，因为作为执政党一定会在很多问题上被指责被诟病任何政党都是如此，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所以总是很多人不满民进党的政策。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有什么样选择呢？如果民进党不跟蓝营合作，利用好自己在立法院的8席去进行调和和制衡平衡蓝绿两方势力，也许他还有一线生机。所以我觉得不应该看一朝一夕某一个市长某一个选举
而是应该看大方向，就是整个全球化遇到巨大的危机，俄乌战争爆发以巴冲突爆发，台海面临兵凶战危的时候，很多细节问题争取一城一池的这些眼前的利益有那么重要吗？对于一个政党想要长久的生存，获得民心，你不在大是大非上站稳立场，你去纠结这几个县市的选举，其实意义并不大你为了几个县市选举去跟国民党合作，在立法院去掀起这么大的波澜，这对自己的长远利益真的有好处吗？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党他不想着未来某一天去竞选总统，领导这个国家那说明这个政党是一个平庸的政党，没有远大的目标，没有灵魂，完全就是得过且过，尽可能的保持自己的生存那这样的政党要它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民政党如果它存在，它应该有个存在的理由，它的存在理由就是应该去想办法破除蓝绿恶斗，想办法把自己的 agenda 能够成为台湾的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有责任心的政党。但是目前看来，似乎民众党在之前的立法院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已经放弃了他们最开始的初心基本上就是在混日子了，为了一些小恩小惠在跟国民党合作。而国民党我之前早就说过其实之前《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我也讲过，只要在国际舞台上得不到支持，在两岸议题上继续的亲中，那么他们永远不可能和民进党竞争，在总统大选中永远不可能获胜。你跟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的政党混在一起，而且还是做他的小弟，这对民众党自身来说也是个很大的伤害。更何况他们做到了亲者痛仇者快，让背后的共产党笑开了怀。而共产党一心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并吞台湾，把台湾一个公民社会变成像中国那样的人矿，用爱台卖台来进行区分，似乎有点武断，有点generalize， 像扣帽子一样分裂了台湾虽是这种定义不好，但是它反映出了一个现状，就是确实对台湾来讲，在很多重大的议题上居然没有两党的共识。在其他国家支持台湾的议员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的立法院都不能团结一致。你去看看美国，看看加拿大，看看任何的一个国家，在很多的重大问题上都吵翻天了，但是只要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所有的政党都会联合在一起。美国国防法案每年是最重大的法案，涉及金额最多的法案，但是同时也是最容易通过的法案。为什么？因为不管你是左派右派前派后派，你什么派你都想要保护这个国家，对不对？可是再看看台湾呢，通过保护台湾的法案有多难，而在蓝白合之后伤害台湾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更有利于中共的法案通过又有多容易。所以之前我在推特上面发的那句话我再重复一遍，一旦台湾未来出现什么重大危机，最终导致惨痛的后果，那么最大的破口一定会出在台湾内部。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转发，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就是加入会员可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